如果你觉得这辈子多灾多难，身体敏感，甚至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恭喜你，你可能根本不是普通人。很多人跑来我这里哭诉，尼斯，为什么上天对我不公平？是不是老天爷瞎了眼？我现在明确告诉你，老天爷没瞎，是你看不懂这背后的天机。命理学里有个词叫再来人，指的就是你们这种前世修得太好，今生成愿再来的灵魂。有的人来人间是旅游的，没有任务，玩完就走，而你觉得日子难过的，很可能是带着任务来的再来人。或者说你前世是修过的，是得道之人。佛学里讲得清清楚楚，这类前世得道的人再回来这世上，最大的特征就是4个字：多灾多难。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泥瓦罐，装点脏水也不怕，跟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严丝合缝。为什么你活得累？因为你是水晶，是美玉。把你这么干净的东西扔进大染缸，你能不难受吗？你身体上的病痛是你纯净的磁场在排毒，你生活上的坎坷是老天爷在考验你这块金子的成色。所以别再觉得自己冤了，你那是贵人多忘事，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你现在的痛苦根本不是因为你倒霉，而是因为你的配置太高，跟这个低配的世界不兼容。说到这，你可能还不信，尼斯，我都惨成这样了，还前世得道。别急，这种再来人身上绝对带着特殊的记号，这些记号西医叫病，叫亚健康，但在我这，那是你的通关文牒。如果这4条你中了1条，甚至全中了，诸位，把你那颗悬着的心放肚子里吧，你根本没病，你那是太特殊。接下来我就要把这4个特征一个个掰开来讲，听完你就会明白，老天爷不仅没亏待你，还给了你一份多大的厚礼。我这经常有50、60岁的大姐或者年轻人愁眉苦脸的跑来问，尼斯，我这身体是不是废了？我去医院体检，验血验尿，那个指标10分健康，连医生都赶我走，说我没事找事，可我就是难受啊。那种难受是说不出来的苦。到底难受在哪呢？大家对照一下自己，只要去趟超市，人稍微多一点，声音稍微杂一点，你在里面逛不到20分钟，胸口就开始闷，头就开始晕。回来之后就像刚在工地上搬了500块砖一样，浑身骨架子都散了，累得爬不起来。这还不算，要是去趟医院探个病，或者不得不去殡仪馆送个长辈，那就更完了。那种地方阴冷的风一吹，你回来肯定要发烧、头疼、呕吐，不躺个3天3夜，那股劲儿根本缓不过来。还有的人更神，佛学里记载过，这种人偶尔会莫名其妙的晕倒、断片了，但是去检查脑子、查心脏，一点毛病没有。诸位，这在西医叫什么？叫亚健康，叫神经衰弱，甚至叫心理作用，说你是想多了。但在我们中医这，在命理学这，我送你们2个字：通透。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核心概念。你们的身体根本不是普通的肉身，而是一个高灵敏度的水晶玻璃瓶。我们来看看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身体，那是什么？那是大铁桶。你想想看，那种工地上用来装废料、装泔水的生锈大铁桶，皮糙肉厚，硬邦邦的，你往里头装地沟油、装防腐剂，或者让他去那些乌烟瘴气的赌场、夜店，充满戾气的场合，他那个铁皮厚实啊，钝感力极强，他感觉不到脏，也感觉不到煞气。你就是踹他2脚，他也只是咣的一声，根本不觉得疼，也坏不了。所以他觉得日子过得挺美，身体也挺好，吃嘛嘛香，倒头就睡。可你们不行啊，前面说了，你们前世修过，哪怕你今生喝了孟婆汤忘了，你的身体记忆还在，你的这个肉身本质上是被净化过的。你就像那一尘不染、晶莹剔透的水晶玻璃瓶，试问水晶瓶里容得下一粒沙子吗？容不下。当你去到一个磁场特别乱、阴气特别重的地方，比如医院、墓地，或者见到一个心术不正、满身戾气的人，那个大铁桶没感觉，还在那乐呢，但你这个玻璃瓶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气场不对，太脏了，太刺人了。你的身体会本能的产生剧烈的排斥反应，恶心、头晕、想吐、想逃跑。记住了，这根本不是病，这是你灵魂自带的生理洁癖，所以你的身体在抗议。那有人问呢，尼斯，排斥就排斥呗，为什么我会晕倒呢？
为什么我会控制不住的哭呢？这也太丢人了吧。这就更有意思了，这其实是人体最高级的自保机制。你们太通透了，像个高灵敏度的雷达，当你接收到的负能量超过了负荷，眼看就要伤到你的根本了。你的身体为了保护那个纯阳的元神不被污染，它直接拉闸断电，让你晕倒，或者让你回家就嗜睡，睡得昏天黑地。这其实是强制让你关机，切断信号，不让你继续接收那些垃圾信息。你醒来虽然觉得累，但其实是捡了一条命回来。你要是像普通人那样不知死活的硬扛着，那些阴邪之气早就入脏入腑，变成大病恶病了。为什么一进庙就哭？佛学里写得很准，说这种人对佛号咒语或者进到名山古刹会有强烈的感应。我也见过很多大老爷们平时也不信佛，被朋友拉去庙里逛逛，结果一脚跨进那个大殿，闻到那股檀香味，看到那个菩萨像，眼泪哗哗的流，止都止不住，他自己都懵了，一边擦眼泪一边问，我没想哭啊，我这是怎么了？我是不是中邪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中邪，是你的神认出家了。就像那个流浪了半辈子的孤儿，在外头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被人欺负也不敢吭声，突然有一天闻到了妈妈做的饭菜味，突然回到了小时候的家，你的肉身还没反应过来，你那个灵性的神已经委屈的不行了，终于找到组织了，终于回家了，终于有人懂我了。这根本不是抑郁，也不是矫情，这是魂气归根的一种生理反应，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所以诸位记住了，如果你也是这种玻璃瓶体质，我有3句话送给你，请务必记在心里。第一，别觉得自己有病，你那是雷达太灵了，是用来避祸的，是好事。第二，少去脏地方，既然知道自己是水晶，就别往泥坑里跳。医院、坟场、吵闹的夜店，能不去就不去，身体不舒服那是给你发警报呢。第三，别乱吃药，尤其是抗抑郁、抗焦虑的药，别把这种灵气给压没了。把玻璃瓶。好，讲完了那个玻璃瓶身体，接下来我要讲讲一个更折磨人的特征。如果说身体的痛是皮肉之苦，那这个特征带来的往往是心里的憋屈。你们中间肯定有这样的人，活了一把年纪了，别说杀鸡宰羊了，就是去菜市场买条活鱼，看着那个鱼贩子拿刀背咣一下敲下去，你的心都跟着猛地抽一下，甚至要把头扭过去不敢看。回到家，家里进了只虫子、飞蛾或者是长脚的蜘蛛，那个大铁桶体质的人会怎么做？抄起拖鞋啪下去拍扁了，扔垃圾桶完事。可你不行啊，你看着那个小生命，你下不去手，你非得拿张纸巾或者找个杯子，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起来扣住，哪怕心里有点怕，也要把它送到窗户外面，看着它飞走了，你这口气才松下来。家里人这时候往往怎么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胆小啊，你也太婆婆妈妈了，这就是个畜生嘛，杀了吃肉天经地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窝囊，说你心太软，在这个狼性社会上肯定混不下去，注定要吃亏。诸位，把这些屁话统统从脑子里删掉。我现在非常严肃地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这绝对不是胆小，更不是窝囊，这是你骨子里带来的慈悲，是你前世修行留下的勋章。为什么那个张三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沙僧连眼皮都不眨？因为他的心是麻木的，他的魂是浊的，被那个生锈的大铁桶封得死死的，在他眼里那就是一块肉，那就是个祸害。而你为什么下不去手？因为你的神是清醒的，你前世得过道，你心里清楚得很，万物皆有灵。在你眼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只蚂蚁、一条鱼，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和你有连接的灵魂。还有一个很神的现象，你们自己验证一下，这种再来人身上自带一种祥和之气。你走在路上，那些平时见人就跑、警惕性极高的流浪猫、流浪狗，见了别人呲牙咧嘴、狂吠不止。可是见了你呢，奇了怪了，他主动凑过来，把肚皮露给你，拿头蹭你的裤脚，甚至一路跟着你回家。为什么？因为动物的眼睛是通灵的，他们看不懂人的衣服贵不贵，是不是名牌，但他们能看见人身上的光。在他们眼里，普通人的磁场可能是灰暗的，带着杀气的，但你的磁场是暖的，
是白色的光，是安全的，你就是他们在这个寒冷世界里的行走避难所。所以我常说，别觉得自己总是受气，总是被欺负，连畜生都知道你是好人，这难道不是老天爷给你发的奖状吗？佛学里有个词叫同体大悲，这4个字就是写给你们看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别人的肉长在别人身上，砍一刀自己不疼，但对于你们来说，这个界限是模糊的。看到路边的乞丐挨饿，你觉得自己肚子也饿；看到电视里的小动物受虐待，你哭得比自己受罪还伤心。你的灵魂层次极高，已经跨越了我和他的界限。你的心量大，所以你能容得下世间的苦难，但也正因为你心太软，所以这个红尘里的戾气杀气才会让你觉得这么难受，这么刺眼。所以这一讲我要告诉大家3件事，请务必照做。1，坚持你的善良，别为了合群就逼自己去杀生，去变得冷酷无情。你不敢杀生，那是你在守戒，是你的身体在替你积德，别把这份功德给弄丢了。2，爱护小生命，既然小猫小狗都喜欢你，那就善待它们，救一命胜造7级浮屠。哪怕是喂一次流浪猫，把窗台上的虫子放生，这都是在给你的高压锅减压，给你的福报银行里存巨款。3，别理会嘲笑，有人笑你傻，笑你软，随他们笑去，那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以后福报现前的时候，这帮人求你都来不及。好，心里这块石头放下了吧？你不是胆小鬼，你是大善人。但是除了心软，还有一个让无数好人夜不能寐，想破脑袋也想不通的问题。尼斯，我明明不贪财，也不抠门，甚至经常拿钱帮人，可为什么我就是个过路财神？这钱在我手里根本捂不热，前脚进后脚就得没。现在我就把这个金钱的玄机给讲透，这绝对不是你运气不好，而是你的命格太特殊，是老天爷对你的特殊保护。大家自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3种怪病。1，根本不贪，你对那个名牌包包、豪车、别墅天生就没什么大欲望，给你你就接着，不给你你也无所谓。你觉得钱嘛，够吃够喝就行，不像那帮人为了钱能把眼珠子都杀红了，能六亲不认。2，绝不吝啬，虽然你自己没多少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只要亲戚朋友遇上急事张嘴借钱，或者看到路边有人讨饭，甚至看到众筹治病的，你那个手啊比谁都松。你自己省吃俭用，给别人的时候却特别大方，眼睛都不眨一下。3，死活攒不住，这是最气人的。你本来想存点养老钱，好不容易牙缝里抠出来3、5万，家里肯定出事，要么是家人生病进医院，要么是家里电器坏了车撞了，要么是莫名其妙需花一大笔钱。反正老天爷总有1万个理由把你手里这点钱给散出去，让你一夜回到两袖清风的状态。很多人为此痛苦啊，半夜醒来都在叹气，尼斯，我是不是命中注定就是个穷命啊？我是不是那个漏财手啊？诸位，把腰杆给我挺直了，这不叫穷命，这叫贵格。为什么你攒不住钱？因为在易经的象数里，你的角色设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普通人是什么？是水库，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水拦住，死死地存在自己家里，发臭了也不管，反正我要占有。所以他们能攒下钱，但也容易因为钱生出贪婪、算计和罪恶。而你呢？你是水管，是渠道。老天爷派你来，不是让你当仓库保管员的，是让你当搬运工的。你的任务是流通，老天爷把钱交到你手里，是经你的手流向那些更需要钱的人那里去。你不贪，因为你知道那水不是你的，你只是管子，水流过就行。你不吝，因为管子堵住了，水就流不动了，那是违背天道的，你攒不住。因为管子要是把水死死憋在里面，管子就爆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一存钱就出事，因为你是个管道，你非要像水库那样去死存钱，那就是堵塞。堵塞了怎么办？老天爷为了保护你这个珍贵的管道不被撑爆，他必须制造一些麻烦，强制让你把钱花出去，把压力卸掉，这叫破财免灾。钱散出去了，你的人就平安了。你要是硬把那一笔钱扣在手里，我告诉你，接下来的可能就是大病，甚至会伤及子孙。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委屈，
尼斯，那我就活该受穷吗？我就不能有点钱吗？你仔细回想一下，虽然你手里没存款，虽然你攒不下大钱，但是这一辈子你真正缺过钱吗？是不是每次到了山穷水尽快揭不开锅的时候，或者真有急事需要钱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会有一笔钱进来，要么是以前的欠款还回来了，要么是突然有个小活能挣点钱，反正总能让你关关难过关关过。这就是水管的福报，流水不腐，只要你这根管子是通的，源头的水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来。老天爷饿不死兵家子，更饿不死你这个替天行道的过路财神。别急，口说无凭，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你身上的天机。现在请大家把大拇指伸出来，仔细看看大拇指第一节和第二节关节中间有没有一条纹路长得像一只闭着的眼睛，或者是像个椭圆形的圈，这叫佛眼纹，也叫夫子眼。如果有这个纹路，哪怕只有一条缝，哪怕不是很完整，我都得给你道喜。佛学里说，有这个纹的人天生直觉准，感知强，而且绝对带有佛缘。这就是你前世带来的通关文牒，是你投胎时的护照。有这个纹路的人通常都具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特征。心特别软，见不得别人受罪，对金钱看得很淡，不贪不占。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上面有人的，你的钱财归上面管，不用你操那个烦心，你就是个替老天爷管账。既然是通关文牒，那就意味着你的财富模式跟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是囤积模式，有多少存多少，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身后没人。而你是流量模式，你的安全感不来自于存款，而来自于天意。所以这一讲我要送大家一颗定心丸，请你务必吞下去。第一，别强求存款，只要生活过得去，别非要跟人家比谁存折上的零多。你的财富在流动中，不在静止中，一定要明白财散人聚的道理。第二，当好过路财神，钱来了该花就花，该帮人就帮人。你越敢散，管道越通畅，水流越急，流进来的钱反而越多，这就叫越舍越得。第三，看好你的佛眼纹，那是你的标记，是你的护身符。以后再觉得自己命苦，就看看这个大拇指，告诉自己，我有任务在身，老天爷自有安排，他能让我饿死吗？不可能。记住，你缺的不是钱，是信，信老天爷，信你自己的命格。只要你信了，那点钱的事儿根本就不叫事儿。好，身体的痛，手里的钱，这两个最大的心结都解开了。但是还有一个最深层、最隐秘，也是最危险的心魔，藏在你们很多人的心底，连对枕边人都不敢说。很多再来人虽然人好心善，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甚至有时候看着窗外会莫名其妙的流泪，脑子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活着真没劲，我想回家。这可不是简单的抑郁症，这是你灵魂深处的呼救。这一章是救命的。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孩子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请一定要把这段话听进骨髓里。大家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怪毛病。你们中间肯定有很多人，哪怕儿孙满堂，哪怕朋友一大堆，但在人群里，你觉得自己就像个局外人。这种孤独不是没人陪你说话，而是鸡同鸭讲，是跨物种的交流障碍。过年过节一家人聚餐，大家聊的是谁家菜便宜，谁家买了房，谁家孩子考了第一，聊得热火朝天。你在旁边听着，脸上陪着笑，心里却烦躁的想尖叫，觉得这一切都没劲透了。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生与死的问题，是宇宙的尽头，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是善恶的因果。你试着跟他们聊这些，他们怎么反应？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想那些有的没的干嘛？能当饭吃吗？久而久之，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觉得连生养你的父母，同床共枕的伴侣都跟你不像一家人。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性格孤僻，这是频道不同。打个比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他们的脑电波是民生频道，他们关心的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升官发财，这是人间烟火，没得错，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但是你呢？你是再来人，你的能量频率极高，你的脑电波是宇宙频道，你一定要拿你的宇宙频道去跟他们的民生频道对话，那能对得上吗？
那是吱吱啦啦的杂音啊，鹤立鸡群，那鹤只能是孤独的。既然是鹤，就别强迫自己去学鸡叫，那样你会把自己憋坏的。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一种没有来由的悲伤。有没有这种时候，傍晚看着夕阳西下，或者晚上盯着天上的星星看，看着看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巨大的酸楚，眼泪哗了就下来了，心里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我想回家。可是回头看看身后的房子，老婆孩子都在，这不就是家吗？不对，你心里清楚，这不是你真正的家，这只是个住几十年的旅馆，是临时的落脚点。你灵魂深处想回的是那个源头，是那个没有痛苦，没有欺骗，只有光和爱的地方。这就是神性的乡愁。这说明你在地球上出差太久了，你累了，你想交卷了。正因为这种孤独和乡愁太折磨人，所以很多再来人在青壮年或者到了晚年，很容易被西医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觉得活着没意思，觉得人间太苦，甚至产生了自我了断、提前退场的念头。诸位，这一段你们一定要瞪大眼睛听清楚。如果你脑子里曾经闪过不想活了、走了算了的念头，请立马把这个念头给我掐死在摇篮里。佛学里讲得非常严重，这是修行路上最大的鬼门关。你以为死了就解脱了吗？大错特错，那是无尽痛苦的开始。我们前面说了，你是带着任务来的，你是来还债、来修行的。这就像你在学校里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升学考试，卷子还没写完，铃声还没响，你觉得题目太难了，心里太烦了，就把卷子撕了，跑出考场。结果是什么？是0分，是挂科，是留级。下辈子你还得重修，而且因为你是逃兵，你撕毁了考卷，下辈子的题目会加倍难，你的身体会更差，环境会更恶劣。你现在觉得苦，是因为你正在爬坡，正在黎明前最黑的那一段。你要是现在跳下去了，之前修的那些福报，受的那些罪，全都白费了。那有人问尼斯，既然这么苦，我留下来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也没当大官，也没发大财，我就是个废人。听好了，你的意义不在于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你的存在本身。你是这个浑浊世界里的生物净化器，你就像一台开着的空气净化器。你只要活着，只要你还喘气，你身上那个纯正的磁场，那个善良的频率，就在给这个世界杀毒，就在给周围的人充电。你就像深夜路边的一盏路灯，虽然你觉得很孤单，觉得没人理你，但是因为你亮着，晚归的人就能看见路，路过的野猫就能取个暖。你的家人们，你的孩子们，还有那些你遇到的人，他们是生活在黑暗的泥潭里的，他们需要你这个向导。哪怕你不说话，你在那里，他们就觉得心安。你要是走了，灯灭了，谁给他们指路？谁来温暖他们？所以当你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是来值班的，我是来做守夜人的，哪怕什么都不干，光是活着，我就是无量功德。诸位，这部分沉重了点，但必须得讲透。送你们3句话：一，接纳孤独，别强融那个圈子。神是孤独的，魔才是群居的。你的孤独是你头上的皇冠，戴好它。2，警惕抑郁，那是你灵魂想家的信号，不是病。想家的时候就抬头看看星星，那是老家给你的回信。3，绝对禁止轻生，无论多难挺过去，只要挺过这一阵，心境一转，那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好了，心病咱们算是把根挖出来了，既然还要活着，还要完成任务，那咱们就得活得舒服点，硬朗点，不能天天被那些阴气浊气搞得半死不活啊。下面我要教你们实操了，我有救命3招，不花1分钱，只要照做就能向天地借能量。这3招是我压箱底的宝贝，专治你们这种敏感体质、虚寒体质，学会了比你吃1万块钱的补品都管用。第一招，闭口禅，少说话，那是漏气。诸位，前世得到了这类人有个最大的通病，叫好为人师。因为你心善啊，因为你懂得多啊，看到别人走弯路，看到家里人吃亏，你那个心就急，非要去拉他一把，非要跟他讲大道理。结果呢，你说的口干舌燥，人家根本不领情，还嫌你啰嗦，把你气得半死。诸位，停下来吧，
这简直是在自杀。中医里有句老话叫开口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对于普通人泥瓦罐来说，说话就是说话，但对于你们来说，说话是在耗气。你们身体里的能量本来就珍贵，是你用来修身用来养命的。你把这股能量通过嘴巴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那些根本听不懂也不信你的人，这就是在泄露天机，这就是在漏阳气。怎么做？从今天开始修闭口禅，不求不应。别人没求你帮忙，千万别主动张嘴，话不说透，遇到那些磁场不对满身戾气的人，闭嘴微笑转身走人，哪怕他骂你傻，你也别回嘴。多言数穷，当你试图去争辩的时候，你的能量场就已经乱了。记住了，你的能量很贵，别浪费在听不懂人话的人身上。把嘴闭上，把气沉到丹田里去，你会发现少说半小时废话比睡2小时觉都解乏。第二招，找天上的干爹借能量晒后背。这一招是专门给那些怕冷、手脚冰凉、后背酸痛的人准备的。很多再来人身体偏寒，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浊室里待久了，沾染了太多的阴气，你的阳气不足以抵御外邪了。很多人去吃人参、吃鹿茸，想大补，千万别乱补。你的身体管道细，吃那些热药容易把血管补炸了，上火流鼻血。那补什么？补天火。天底下最大的阳气源头是谁？是太阳，那是咱们天上的干爹，它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是免费的。但是晒太阳有讲究，不能光晒脸，要晒背。为什么要晒背？刚才咱们讲了，人体的后背是督脉，是阳脉之海。你就把你的后背想象成一块太阳能电池板，当你背对着太阳的时候，那股暖流直接穿透你的衣服，透进你的脊梁，通过大椎穴流进你的五脏六腑。具体怎么做？时间早上9点到11点，或者下午3点到5点，这时候的阳光最温和，不伤人。搬个小马扎，背对着太阳坐好。如果方便，把后背的衣服撩起来一点，直接晒肉是最好的。如果不方便，穿个薄衣服也行。时长晒个20到30分钟。晒到什么程度呢？你会感觉到后背发热，甚至有一股热气顺着脊柱往上爬，一直暖到心窝子里，甚至微微出点汗，这就对了。这就是身体充满了电的信号。这一招叫天灸。凡是觉得身体发虚、心里发慌，或者莫名其妙想哭的时候，别犹豫，赶紧出门去晒背。只要后背一热，鬼神都不敢近身，你的正气瞬间就回来了。诸位，这2招是不是很简单？闭口禅是为了节流，防止你的阳气漏出去；晒后背是为了开源，找老天爷借阳气补进来。一开一节，你的身体磁场自然就强了。但是除了身体的修炼，还有一个最高级的风水我们没讲，这第3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它不需要你做动作，只需要你动一个念头，这一念之间就能决定你是继续受苦还是立马翻身。诸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像你们这种再来人有一个特异功能，想什么来什么，但这往往是个灾难。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时候你们想的都是坏事。哎呀，孩子会不会生病啊？哎呀，我也不会得癌啊。哎呀，这钱会不会被骗啊？你越怕什么，它就越来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是高能量体，你的念头就是一道强力的电波，你发出去的是恐惧，回来的就是灾难。所以这第3招叫善护念。什么意思？就是像看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看护好你心里的每一个念头。真正的风水不在祖坟，不在房子，而在你的心底。有些所谓的风水大师教你摆这个正，挂那个镜，那都是术，是小道。你心里要是充满了慈悲祥和，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发光体。你往那一站，你就是个大太阳，周围那些阴气、晦气、脏东西见光死，他们躲都来不及，谁敢来害你？这就叫境随心转，把你那颗总是担忧、总是恐惧的心，转成一颗祝福的心。哪怕别人骂你，你心里默默回一句祝你平安。这不是软弱，这是在给你自己罩一层金刚不坏的保护罩。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记性不好，听完后头忘前头，我最后再给你把你这辈子的说明书复盘一遍。
你把耳朵竖起来，把这就几条刻在脑子里。一，关于身份，别觉得自己命苦，别羡慕那个坏人张三，他是来旅游的，你是来出差的再来人，你有任务，所以你才会有磨难，那是老天爷在考验你的成色。二，关于身体，晕倒流泪，那是你太干净了，是玻璃瓶在排毒，别乱吃药，尤其是别随便吃安眠药和抗抑郁药，别把你的灵气给毒死了。三，关于生活不杀生，那是你的慈悲，不是胆小。小猫小狗跟着你，说明你身上有光。四，攒不住钱，那是你是水管，是过路财神，只要你是通的，老天爷饿不死你。五，关于生死，绝对不能自杀，那是最大的逃兵。想家了可以哭，但不能走，挺住意味着一切。六，救命，三招：少说话，闭口禅，晒后背，找太阳，借阳气，善护念，心善就是最强的风水。最后，我要跟所有觉得自己活得累、活得孤独的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世界有时候确实很黑、很脏、很乱，像你们这样敏感、善良、干净的人，活在里面确实像光脚走在荆棘地上，每一步都疼。但是请你千万不要熄灭你心里的那盏灯。老天爷为什么要派你来？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黑了，它需要光，你就是那个光。你哪怕什么都不做，光是善良的活着，光是你不去伤害别人，你就在温暖这个世界，你就在给你的子孙后代积攒无量的阴德。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再是那个受气的小媳妇，你是手握天命的修行者，你所受的苦终将照亮你的路。今天的课讲到这里就圆满了。我相信能听到最后的人绝对不是偶然，那是你前世的缘分，指引你在这个时间点听到了这番话。这是老天爷在拉你一把，让你别再钻牛角尖。如果我这番话帮你解开了哪怕一个心结，让你今晚能睡个踏实觉，请你做一件事，请在评论区留下4个字：顺遂安康，或者写下你对家人、对众生的祝福，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愿大家都好。当几千几万个善念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磁场，这个磁场会反弹回到你身上，保佑你和家人身心安顿，福慧增长。愿诸位心安身安万事安。下课，我们下期见。